人是由鱼进化而来的吗？有的朋友给我留言说，鱼是你的祖先，不是我们的。我就问留言的人，不想冒犯您，鱼是祖先很丢人吗？因为我不太能理解他的这种感受。但是这位朋友的确留下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人怎么可能是鱼变的呢？1998年12月下旬，西北大学舒德干教授去云南地质科学研究所拜访老友，恰好古生物学家们去年夏天在云南澄江化石地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化石，他们就拿给舒德干看。在显微镜下，舒德干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中国的古生物学家们敏锐地捕捉到，这有可能是进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将会成为震动生物界的传奇发现。人真的是鱼变的吗？有关这个求真溯源的故事，我们还得从头说起。时间要回溯到1831年12月27日，22岁的博物学家达尔文乘坐英国海军小猎犬号驶离德文港，进行了为期5年的南美洲海岸考察。4年后，小猎犬号到达加拉帕戈斯群岛。这座岛对于达尔文来说是座命运之岛。加拉帕戈斯群岛距离南美洲约1000公里，几乎处在赤道上。它是由13个主岛和数百个小岩石岛组成的群岛。由于海洋隔绝，这里的动植物较少受到外界的干扰，促使群岛内进化出许多奇异的动物物种。在年轻达尔文的眼里，这真是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他仔细观察了岛上不同的巨龟，在植被丰富的潮湿地区，巨龟的脖子短，背着圆形的壳；但是在干燥的地区，巨龟就长出了长脖子和马鞍形的壳，便于吃高处的树叶。是什么原因让巨龟产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呢？正是这个问题，让达尔文对物种的真正起源产生了深入的思考。1859年，达尔文用将近30年的时间探索研究，终于出版了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物种起源》。在书中，达尔文系统阐述了他的生物学思想。就像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巨龟一样，所有的生物都在发展变化，适应生存环境。生物在不断的进化当中，进化是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驱动的结果。但是达尔文的理论需要证据来支持，它需要古生物的化石。时间来到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古生物学专业的舒德干首次系统地学习了达尔文的理论。这是一次震撼心灵的思想启蒙。达尔文的伟大在于他的3个重要思想：自然选择、生命树，进而思考人的由来。我本人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沿着达尔文的足迹往前走。舒德干亲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期间拜访了达尔文在肯德郡的故居党豪斯，更远赴加拉帕戈斯群岛访问进化论的源头。与此同时，舒德干与中国学者一起，在最新理论支持下，重新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且撰写了长篇导读和进化论的10大猜想。站在达尔文肩膀上的中国学者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将深入科学的不毛之地，捍卫达尔文的理论，并进一步提出补充论证。时间来到1984年7月1日，35岁的古生物实习研究员侯先光来到云南帽天山寻找古化石。到下午2点多的时候，侯先光挖到了一块化石，这是一种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古怪生物。几十年后，他在采访中回忆了第一次看见那块化石的感受。怎么这个地层还有这种化石？马上这个就是天空就凝固了，就是这心情就是确实这样的，这个心脏似乎也停止了跳动，整个大地都凝固了。这就是侯先光教授发现的纳罗虫化石。纳罗虫是寒武纪的节肢动物，也是当今世界最古老、最完整的软体化石之一。正是这次意外的发现，考古学家寻找到现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化石出土地之一——澄江化石地。
澄江化石地保存了完整的寒武纪早期古生物化石群，共涵盖16个门类，200余个物种化石。由于化石埋藏地质条件特殊，不但保存了生物硬体化石，而且保存了非常罕见的清晰的生物软体印记化石。简单的说，这里是距今5.2亿到5.18亿年间寒武纪生物的坟场。在寒武纪之前，古生物学家一共就发现了3个动物门，其中还有2个是不太确定的。唯一能确定的是一种多细胞动物，叫做海绵。海绵没头没尾，甚至没有口和肠道，是特别原始的动物。这说明在前寒武纪，动物的构造都非常简单。但是一进入寒武纪，动物界一下子就涌现出20个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动物们几乎都出现了。要想寻找人类的祖先，也就是所有脊椎动物的祖先，最有可能的时间点就是寒武纪早期，最有可能的发现地点就是云南澄江的帽天山。我们在内帖上还有另外一篇文章，就是报道的华夏鳗，它是低等的脊索动物，我们叫头索动物，它已经有脑泡了，还不是真正的脑。对，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由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这些中间的过渡类型呢，我们找着了，是不是有希望就见到脊椎动物了？脊椎动物真能出现在寒武纪的化石之中吗？最有力的证明就应该是化石证据。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1998年12月底，舒德干在云南地质科学研究所通过显微镜第一次看到了海口鱼化石。我当时在显微镜底下看了几分钟啊，就根据中间那些典型的构造，你比如说之字形基节啊，在它腹部还有一些鳃弓构造，还有背鳍，还有腹泽。我当时就说这就是脊椎动物。所以1998年12月份，我们就断定他们发现的这个动物啊，就应该是脊椎动物。紧接着，在1个多星期后的1999年1月2号，舒德干和他的研究生又在西北大学化石库中发现了同一时代、同一产地的第2条鱼类化石。化石中的小鱼长约2.8厘米，高度仅有6毫米。它在生前突然被活埋，死后还保持着栩栩如生的状态。古生物学家们将它命名为凤蛟昆明鱼。在接下来3年多的时间里，舒德干与同事们开采了500多块鱼类化石标本，又发现了中剑鱼。他们将这3条5亿多年前的鱼戏称为老先生。老先生们身体分头、中间的躯干和肛后尾3个部分，具备了脊椎动物3分体的典型形态。它们的脊椎很有特点，不但产生了原始脊椎，也保存了低等的脊索，说明这是动物由脊索向脊椎进化的中间阶段。它们都有眼睛，眼睛是中脑的外延，证明它们既有前脑也有后脑，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3分脑证据。舒德干和同事们将研究结果撰写成多篇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等国内外著名的学术期刊上，被国际古生物学界一致认可为第1鱼。中国的学者发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在5.2亿年前昏暗的海洋里，如果凤蛟昆明鱼能够感受到恐惧，它应该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之中。它是一个弱小的生物，它没有强力的攻击性武器，也没有坚硬的外壳用以保护自己。要想生存下去，它只能采取其他的生存策略。在当时海洋里的霸主是奇虾，奇虾的头上有一对高级精密的复眼，直径可达3公分。复眼中有16000多个晶状体，使它视力超群。奇虾头的前端有一对巨大的螯，螯上布满倒钩，猎物一旦被钳住就很难逃脱。奇虾的口器像一个圆盘，由数十个牙齿组成，可以吞食并压碎猎物。凤蛟昆明鱼的法宝只有刚刚进化出的脊椎，脊椎能够控制身体的肌肉，使两侧肌肉产生一种波浪式的运动。这种运动能够通过肛后尾的摆动爆发出巨大的驱动力，所以凤蛟昆明鱼游得既灵活又快速，快到奇虾极难追上。它活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地逃跑。而这些在亿万年时间里被海洋捕食者追着跑的脆弱小鱼，
凭借着无比坚韧的求生意念，奋力地进化自己。他的后代们熬过了地球上5次生物大灭绝，成长为智慧的生命，最终呼唤了人族的崛起。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凭着这3块小小的化石，就能证明鱼是人类的祖先吗？那有没有鱼与人之间的过渡化石呢？怎么没有找到过鱼人的化石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第一鱼化石距今已经有5亿多年的历史了，5亿年里生物已经进化了很多代。在这里就不得不提达尔文进化论的灵魂思想——生命树。利用5.2亿年前的云南澄江化石地，5.4亿年前的小壳生物群和5.6亿年前的艾迪卡拉生物群，这些丰富的化石种类的演化关系，舒德干和同事们提出3目式寒武纪大爆发假说，实证这3个阶段依次产生了动物界的3个亚界，即基础动物亚界、圆口动物亚界和后口动物亚界。第一鱼就处在第一动物树中后口动物亚界的最顶部，再往后就迎来了脊椎动物大发展的时代。也就是说，第一鱼是一个开头，它的进化之路长达5亿年之久，无论是在基因上还是在身体构造上，都与人类之间差异巨大，是不会有某个单一的中间过渡化石的。在第一鱼与现代人类之间，曾经出现了一条漫长的进化链条。除了第一鱼化石外，还有很多科学证据能够证明人类是由鱼进化而来的。比如说这张图就描绘了鱼类头骨向人类头骨进化的过程，人类的颌骨是怎样一步一步长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还有人类的胚胎，在最初阶段就长得很像鱼，不但长得像，人类胚胎还有类似鳃的被称为咽弓的微小皱褶，这是鳃的遗迹。人类并没有进化到完全失去早期的鳃。还有分子生物学的证据，基因研究表明，人类不但与鱼是亲戚，广义上说，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是亲属，我们全部来自最早的一个 DNA， 而且用同一种方式遗传后代。小小的第一鱼化石，确凿无疑地证实了生命进化的科学性与真实性，它们是进化论大厦不可或缺的基石，是进化论最精彩、最有特色的注脚之一。人类的确由鱼进化而来，而这一科学论据来自云南澄江化石地，是中国学者沿着达尔文足迹不断前行的重大科学成果。1860年，也就是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后的第2年，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赫胥黎与牛津主教威尔伯福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论战。威尔伯福以讽刺的口吻问赫胥黎：“请问，与猴子发生关系的是你祖父方还是祖母方呢？”赫胥黎回答说：“一个人没有理由因为猴子做他的祖父而感到羞耻，真正感到羞耻的是那些不相信科学而将真理屏蔽的人。100多年前，就有人因为人类并不特殊而感到耻辱；100多年后，仍有人因为人类由鱼进化而感到愤怒。为什么会愤怒呢？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结果使人类丧失了神圣性。进化事实告诉我们，人类与其他生物并无本质的区别。但是，没有先天神圣，我们就泯然众人了吗？结论恰恰相反。达尔文的伟大就在于，他天才地指出，进化的过程永远不会停止。成就人类传奇的，并非先天的神圣，而是我们有决心变成更睿智、理性并且充满爱的物种。我们有决心进化为更完美的人类，那才是我们的目标，那是后天的神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聊。